高烧。鱼龙彻夜守护，他才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嘴上说说。在这个动不动就谈速食爱情的时代，真正让人心动的早已不是一场场仪式感十足的约会，也不是那些被滤镜美化的甜言蜜语，而是关键时刻的那一份沉默守候。而这一次，鱼龙和杨咩咩在日本的那一夜，恰好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深情的模样。从浪漫出发的旅程，却被命运按下了暂停键。他们的日本之行原本只是情侣之间一次说走就走的甜蜜之旅，从京都古街到奈良小巷，从樱花盛开的神社到夜晚温泉的暖意，一切仿佛电影般美好。两人的每一张合照都写满了幸福，每一次牵手都让无数网友直呼磕到了。可是人生最让人措手不及的，往往就是计划之外的意外。高烧来袭，如晴天霹雳。那天晚上本是准备小酌一杯后休息的时刻，杨咩咩却突然感到身体异常，头晕、畏寒、四肢乏力。她本以为是旅途疲惫带来的小感冒，但当体温计跳出 39.6 摄氏度这个数字时，气氛瞬间紧张了。她还未来得及慌张，鱼龙已经立刻做出了反应，没有多问一句，也没有丝毫犹豫，他抱起她就往酒店前台冲去，奔向医院。深夜的东京街头，一段逆光的奔跑。在异国他乡的夜晚，语言不通，路线不熟，但鱼龙却仿佛进入了战斗状态。他找人问路，拦出租车，甚至用手机翻译软件与司机比手画脚，只为尽快将咩咩送到最近的急救医院。那一晚的街头监控若有录像，大概会记录下一个男孩在黑夜中奔跑的身影，以及他怀中紧紧搂着的女孩，那是爱的具象化。医院的等待，他手心的汗藏着全世界的焦虑。到达医院后，鱼龙全程握着杨咩咩的手，连一句安慰都说得小心翼翼。医生建议输液，他不假思索地答应。护士提出降温，他第一时间脱下自己的外套，拿湿毛巾为他降温。他没有坐下休息1分钟，只是默默站在他身边，双眼紧紧盯着那瓶点滴液。他的焦虑藏不住，却又不愿让他看见。默默守护一个夜晚，他从未眨眼。整整一个晚上，鱼龙没有合眼。他怕自己一闭眼就错过他需要帮助的时刻。即使医生说退烧后就无碍，他也始终保持警惕。每隔10分钟，他便为他擦一次额头，每当他轻轻呻吟一声，他便立刻靠近，轻声问咩咩好点了吗？他不是医生，却用最笨拙又最真实的方式为他撑起了一个夜晚。小动作里藏着大深情。深夜的医院安静得令人心慌，鱼龙的动作却无比温柔。他小心翼翼地帮他拉好毛毯，为他倒来刚好入口的温水，用勺子一口一口喂他喝药。他睡着时，他蹲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生怕他一翻身毛毯掉了。一个眼神，一滴汗水，一杯热粥，这些最朴素的动作比千言万语更动人。清晨的那一声谢谢。当天色渐亮，杨咩咩终于醒来，他感觉头脑清晰了一些，睁眼第一眼就看到鱼龙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。你一夜没睡？他声音沙哑地问。你发烧我怎么睡得着？他轻描淡写的回答，可他却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那一刻他明白，这份爱不需要用任何语言去修饰，因为他已经用行动写下了答案。网友泪目，现实版的男友力天花板。当这段故事在网络上传开后，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共鸣。不是因为剧情多么惊天动地，而是因为那种细水长流的真实触动了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大家纷纷留言说，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。因为在这个人人都追求仪式感的时代，默默的付出反而成了稀缺的情感资源。或许我们在屏幕前感动落泪，不只是因为羡慕咩咩有这样的男友，更是因为自己也渴望在低谷时有人如此坚定的守护。那一刻，鱼龙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理想伴侣，不是甜言蜜语，是关键时刻的守护。很多人误以为爱情的维系靠的是说得多好听，但真正能让人铭记一生的，是在你最难的时候，有人不声不响地站在你身边。鱼龙的陪伴没有喧嚣，也没有铺张，却胜过世上任何山盟海誓。在最煎熬的几个小时里，他没有说我爱你，
却用一晚的焦虑和守候诠释了最真诚的感情。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感，更是一份深埋心底的柔情。也许我们都需要重新定义爱，不是说了多少句我爱你，而是做了多少件我在乎你的小事。高烧过去，感情升温。疾病带来的痛苦一旦过去，留下的却往往是情感上更深的理解与依赖。杨咩咩在退烧醒来的那一刻，看到的不是鲜花和礼物，而是一个守了一夜的疲惫身影。这种情感的深化是任何浪漫仪式都无法复制的。他开始明白，真正值得托付一生的人，不是陪你享乐的人，而是愿意陪你受苦的人。而这一次的经历，更像是一场小型的婚姻预演，在最真实、最狼狈的状态下，他们依然愿意陪伴彼此，这便是爱情最坚实的根基。一场病检验了爱情的深度。人这一生会遇到无数人，但只有真正经历过患难与考验的感情，才算得上深厚。生病时的脆弱，让人最容易看清一个人的真心。杨咩咩躺在病床上，意识模糊时曾一度恐惧无助，可每次睁眼，那个熟悉的身影都在，让他从未真正陷入绝望。而于龙在他最难受的时刻，没有选择逃避或交由他人处理，而是亲自守护。这不仅是爱，更是一种担当。当爱情经得起高烧的折磨，那就意味着它也能抵挡未来生活中的风雨。英雄不在荧幕，而在身边。我们常在影视剧中追捧霸总英雄，但现实中的英雄往往就是那个默默守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的人。于龙没有豪言壮语，也不是什么完美男神，但他在咩咩最需要的时候，成为了他的依靠与港湾。现实中的感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在日常的细节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安全感。或许每个女孩心里都有一个于龙的形象，那就是在你生病时端来水杯，夜里轻拍你背，替你盖好毯子的那个人。这样的温柔才是最坚不可摧的力量，在生活里撒糖才是最甜的恋爱剧本。他们的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，但却足够真实，足够温暖。有人说，爱情的本质是陪伴，于龙却用实际行动补充道，是永远都在的陪伴。爱是抵达彼此的方式。或许于龙这一夜的行为，让杨咩咩彻底认定，眼前这个男人不是短暂的风景，而是可以同行一生的伴侣。而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，真正的爱，其实就是在彼此最脆弱的时候，仍然不放弃。愿你也有这样的于龙。愿你在病痛时，有人握着你的手说我在；愿你在低谷时，有人为你不眠守夜；愿你在困顿时，有人像他一样为你遮风挡雨。更希望你也能成为别人的于龙。留言互动，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温暖回忆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如果你也曾被默默守护，或者也想对某人说一句谢谢你那晚陪着我，别害羞，留言告诉我们。感谢阅读，别忘了点赞加评论加关注哦。谢谢你看到这里。若你也被这份真实的爱情感动，请给这篇文章一个点赞，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想。别忘了点击关注，我们将持续为你带来更多暖心、动人的真实故事。你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。杨咩咩日本突发高烧，于龙用一夜无声的守护，诠释了爱的真正含义。愿我们都能遇见，也成为那个在别人生命里温柔以待的守护者。